在乡村道路上，总是充斥着未知的生物，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怪物，瘦长人、警笛头、怪物瑞克，或者是温迪哥。我相信真正的老粉们对这些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吧？但是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恐怖的生物，你们绝对没有看过，因为它真的太真实了。这并不是完全虚构的生物，在现实生活当中也竟然有它的存在，它就是树人。是不是又一次震惊到了你们的眼球了呢？那么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长按点赞3秒钟，一起和正正来看一下这些个恐怖的树人吧。在2018年的12月8日，有人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一张诡异生物的照片。这个生物高高瘦瘦，双手呈拥抱的姿势，但是从它的照片当中可以看出，它的四肢非常的长，并且这张照片貌似看得出是这个怪物被手电筒照亮后咧着嘴要扑过来的感觉。不知道这张照片的作者现在如何了？随着这张照片的阅读量越来越高，人们陆续挖出了这个怪物的另外几张照片。在这张照片里面，似乎有人在半夜通过夜视仪拍下了这个怪物的侧面。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出，它坐在树林中的滑滑梯上面，它的脚似乎也是非常长的，手指也似乎只有3根，但是他貌似是发现了自己在被拍了，反而像是在和相机挥手。再来看看这一张，在垃圾堆中又有人目击到了这个生物，但是这次却是站立着的，除了手跟脚一如既往的长之外，他的头也是显示的特别的长。但是这张照片当中，他似乎还穿着人类的裤子，这就有点难懂了。但如果是在垃圾堆中，也有可能是他随便捡的。然而在发现的最后一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物就开始作怪了，很明显一辆车翻了，而且有个人被树枝状的肢体插入了，并且整个人呈悬浮状，而且这个生物也不见了踪影，怪吓人的。这4张照片成为了这个树林生物唯一的特写。从整体来看，它除了出现在树林当中，四肢长得还特别像树枝，于是人们给它取名为树人，并且从照片当中可以了解到一系列的属性。它的身高约3到6米，手臂和腿都特别长，是个高高瘦瘦的白色类人生物。它的眼睛就像2个黑洞，瞪得很大，而且没有鼻子，至于头型也没有准确的样子。有人说它的头可以变形，可以变得和树枝一样细长。虽然树人外形瘦长，但它常常出现在乡村道路上，而且移动速度非常快，整个人都很灵活，这就和我们认识的瘦长人、警笛头的属性很不一样了。说到这里，肯定有小伙伴会说，这又是特雷弗创造的吧？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确实，这个风格很像出自于恐怖大师特雷弗之手，但事实上这是日本恐怖艺术家岛本发布在推特上的艺术画，配文是遇到了20多个怪物，并张贴了4张树人的画像。这一恐怖生物看上去就不是什么善类，但是这个日本艺术家把它描绘得非常有感觉，也真的会让人深信不疑了。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更像是在瘦长人的基础上衍生了创作，因为瘦长人出现的时候也伴随着树枝生长的声音，而且部分瘦长人的照片上也显示他的背后有树枝作为自己的武器。最关键的是，他也住在树林当中，所以如果他们俩是亲戚的话，我也相信。但是我更觉得树人可能就是瘦长人没有穿衣服的样子。但不过关于树人，在他背后还真的有恐怖的都市传说的。在英国，树人的传说一开始只是父母用来吓唬小孩的睡前故事。在传说当中，树人又高又瘦，眼睛闪闪发光，胳膊和腿就像是树枝一样，在树林里很不起眼。如果晚上你在小镇附近的树林里面徘徊，就很有可能被树人抓走。当然了，总有胆子大、好奇心强的孩子，他们想知道究竟树人是真的还是假的，于是忘记了父母的忠告，独自进入了树林。然而这几个孩子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大约1年后，在树林里面发现了几具尸骨，据鉴定，尸骨都是当年失踪的孩子，年仅15岁。由于骨头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没有任何皮肤和肌腱，医生们也无法推测生前到底遭遇了什么。悲痛欲绝的父母一下子接受不了，其中一位父亲还选择用枯萎的藤蔓把自己吊死在了大树上面自杀了。他留下了一张纸条：我无法入睡和进食，只要一闭眼就会看到一张恐怖的脸，这一切都是那个可怕的人造成的。没过多久，一群小学生就开始表现出异常，经常在学校里面互殴、辱骂老师。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画的是图画，看上去是一棵枯萎腐烂的人形树，还长着4肢跟眼睛。2个星期之后，这群小学生就神秘失踪了。难道又去树林里面遇害了吗？他们的父母不约而同地报告道，孩子们经常谈论树人，并且描绘出可怕的图画。几年之后，又有一个孩子在树林里面失踪了。经过3个星期的搜查，终于发现了他。孩子已经饿瘦了，脸色苍白。警察发现他的身边有个用树枝做成的人。询问来源的时候，孩子只是回答道是他。后来这个孩子又一次失踪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只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树枝，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含义。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去那片树林里面了，也没有人知道关于袭
袭击或者失踪的进一步信息。那么树人潜伏在树林深处，等待猎物的出现，是在向人类复仇吗？孩子们生前为什么会变得行为异常？是被树人诅咒了吗？谜团一个接着一个，万物有灵，树林深处有着无止境的神秘事件，树人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那说到这里，各位是不是又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了呢？虽然树人时常出现在互联网中的都市传说里面，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用害怕，特别是在中国人特别多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怪物的出没呢？发生这类猎奇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在欧美，所以小伙伴们不用害怕了。不过你们要是强行在搜索引擎当中搜索树人二字的话，那你们还真的会搜出东西来。没错，还是个真人。在地球上还真的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很另类，因为他们的手中会长出类似于树皮之类的组织，从而被人们称为树人。那如果你们想了解这部分群体的话，我们只能下期再见喽。什么？又问我为啥分上下集？在这里，真正要解释一下，人家的视频分上下集是实在说不完，并且每集通常会在10几分钟以上。为啥我的视频才5、6分钟就要被分级了呢？因为我做视频有个习惯，除了语速快、内容言简意赅、不说废话之外，还喜欢把不同的事情分开讲。而且我习惯做短视频，因为视频一长也就没有那么多人耐心看，除了影响完播率之外，还容易拖沓。总之，还请大家谅解，下集很快就会做出来的。那如果今天的视频你觉得不错的话，还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分享。下集我们接着说在真实生活当中的树人。那我是正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